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川味版本的干腰合炒。这个干腰合炒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腰子啊，腰子改刀改成这个样子，3刀断，然后呢下面是有点分叉，这个叫做凤尾啊，特别简单。我现在来切一个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腰子我提前片了腰骚，然后前面呢都差不多，也是斜刀下去啊，切到2/3的深处。然后这个改刀有个区别，就是它的间隔稍微大一点点，看到没？间隔略微大一点，我切慢一点给你们看清楚，看到没？然后也是斜刀要稍微切的深一点点，这样子才有花出来。好，这一下顺刀啊就比较讲究一点，讲究3刀断，然后这里还得分叉，这样子我们切的时候呢，这个刀稍微刀尖就是刀后跟往上面抬那么一点点，然后切下去啊，看着啊，看到没？你看这个是3刀断，但是第一片它有点小，我把它切4刀断，这是第一个，后面的才会好看一点。你看，给它切断，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好，后面我切长一点，3刀断，看到没？前面都要稍微断一点点，前面断一点点，它才出得了凤尾。看到，这个就是凤尾，看一下。啊，这里叉开，这个就叫做凤尾。后面的也很简单。你看，这个就更直观了，那是这个样子的。这里要叉开，然后呢3刀断，这个叫做凤尾。好，现在把这个腰子啊全部放到盆里。一般来说，在我们这个腰子40-50块钱的这个售价情况下，就是放1个腰子，这就是1个，放到盆里。1份干腰合炒就这么多。好，现在来切这个猪肝。你看这个猪肝买的好啊，这个猪肝买的好，宽有这么宽，然后呢下面也比较薄，这一片呢很适合切柳叶。其实说柳叶可能大家有点不懂，你看一下柳树的这个叶子，它就是这么长，然后呢又这么厚，长长的。这个柳叶呢稍微要长一点，就斜刀这样子切，切成薄片。这个猪肝稍微可以切的薄一点。很多朋友在问什么是柳叶，大家看一下这一片猪肝，像不像柳叶？柳叶就是这个样子的嘛，对吧？为什么叫柳叶呢？切成柳叶片呢？它就是这么宽，然后切出来这么长，对吧？这个就叫做柳叶刀法。说白了就是横着切猪肝，特别简单。好，继续切。这个猪肝切的时候呢，不好切了就给它翻过来，你看，翻过来了，它这边就露出来了，露出来就给它切一下。你看，切成这样子不好切了，又翻回来，翻回来之后它这个又暴露在外面了，又比较好切了，就这样切。但是我们切到后面的时候要注意看着它的长度啊，如果说一直这样切，后面太长了，还是切着切着要横过来切，看到没？好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这个腰子的分量大约就是这个猪肝的稍微比猪肝少一点点，腰子比它多那么一点点。我们这个肝子是很新鲜的，这个
腰也是很鲜的，所以就不用洗，就直接做。直接现在来码味。码味呢，放一点点盐。这个肝子和腰子千万不要搞咸了，码味的时候码咸了，后面就没有办法去补救了。放点盐，放点胡椒粉，然后大家看这个，你们肯定不知道是什么，这个是米醋啊，加醋和酒的效果差不多。醋呢能够很好的去压一下这个腰子的骚味。好，放点米醋进去，这个米醋是4度的，然后放点料酒。然后再放一点酱油。好，这个水的东西就不要放的太多，放太多了的，就很难挂上这个姜啊，很难挂姜。拌腰子，现在就给它腌一下。这个把它拌一下，你看水吸收进去了是吧？吸收进去了之后就不管它。我们最后才去放那个淀粉。淀粉的话，我选择的是这个红薯淀粉。为什么要最后放呢？在下锅炒之前去放。如果你现在放进去的话，这个腰子现在吸水了，它会胀大。你看这个腰子是不是胀大了？它放一会儿，它要脱水出来，它那个水要脱出来，要造成这个脱浆。所以呢，等一下我们下锅之前。把这个渗出来的水避掉一些，然后重新加这个淀粉进去，它就没有脱浆的机会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稍微拌一下就可以了。然后我这边准备了一些姜、蒜、泡椒片，这个是豆瓣酱，豆瓣酱一定要少，不能太多。然后准备了这个大葱片，然后软浆叶。然后这个木耳，我是跟这2个东西放在一起的。然后这个葱呢，也是后面跟这2个一起放。有一个讲究就是，生葱、熟蒜，对吧？这个要分开，葱可以生一点才有香味。然后我这里打了一个碗芡，碗芡里面呢，我加了盐、胡椒、鸡精、味精、白糖，然后还放了这个老抽酱油，然后上面这个是香油啊，里面放了这个。土豆淀粉作为一个芡粉，大概呢就是这么简单。这个我们下锅之前要给它拌一下。有2种做法，我们有一种自贡做法，就是把所有的芡汁、所有的料放在这个里面，放在这个软浆液里面，我们就是炒完了之后呢，最后下软浆液一翻就直接起，但是呢都差不多的效果。然后你看我们把这个豆瓣酱搞进去，豆瓣酱腌到这个。腰子里面给它拌一下，这样呢就减少了待会儿炒豆瓣酱要把它炒熟的这一个时间，对吧？轻轻的把它拌一下。今天做的比较家常啊，还是一锅陈菜。一锅陈菜的话，我们这个拌好了，这个最后放在这个上面，先加完淀粉，把这个倒在上面，等下一起就下锅了。好，现在准备操作。腰子，芡汁。我今天准备的油有2种啊，就是这个是菜籽油，这一个呢它是猪油啊，2种混合来炒，炒出来呢，猪油呢能够在味道上面会更好一些，菜油呢，它菜油本身有这个压腥味的作用。好，现在准备制作。我首先呢，把锅先点火点着，让它慢慢在那里烧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失误了，等一下啊，让它慢慢烧在这里，然后我再去点油，加油进去。先开个小火，让它慢慢那个。现在要下锅了，下锅呢就加这个红薯淀粉啊。这红薯淀粉吸水性很强，它就不会造成一个什么呢？容易脱浆。
如果用别的就容易脱浆，然后呢又不嫩。我们拌到什么程度呢？拌到看这个汁，看到这个汁有点浓稠了哈就行了。看到没有？看到这个汁水看起来就像淀粉包裹过一样的，就是把它变浓了就可以了。好，现在呢把这个放到面上啊，把泡椒、大蒜、生姜放到上面，这个就不要下去拌了，就这样放在上面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葱呢放到这个软浆液上面，这个是起锅的时候才放的啊。所谓就是让它生一点啊，这个下锅爆一下就 OK 了。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酱汁，我们开锅之前轻轻的搅一下，免得等一下子倒下去淀粉全部沉底，这样不太合适。OK， 好，准备操作。火开个中火就可以了，但是前提呢要把锅烧热。在这个里面放点花椒，进去，压一下腥味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先放这个菜籽油。然后再放一点猪油，差不多就是一样一半啊，把它烧化。油可以稍微重一点点。这个其实是一个强火候的菜啊，高油温我们就基本上就对这个猪肝的口感有一点损失。高油温的情况下，对猪肝呢有点损失。实际上猪肝应该提前滑油出来，但是呢，我们要求一锅成菜，所以就没有必要去讲究这个。好，现在开大火一点，油温烧到220度。好，看冒青烟了，220度了啊。这个时候呢，为了让你们看清楚啊，我尽量慢一点，把这个下去，然后把它炒匀，然后直接下这个，然后就是这个芡汁，翻炒几下就出锅。好。这份有点大啊，分量有点大，但是没关系。这个软浆液啊，就不要把它炒的太软了，真的炒太软了就反而没有口感。哎，夹一片这个猪肝给你们看一下。看到没？猪肝呢，炒出来最好是它的可以这样子，垂下来，可以这样子垂下来的猪肝就比较嫩，啊。然后这个川菜呢，本身它的油就稍微大一点，如果油不够的话，温度就起不来，其实对这个菜就不是很嫩。来看一下这个腰子，这个是凤尾啊，凤尾的刀法。这个腰花呢，讲究的是一个脆，脆就要高油温下去；猪肝呢，讲究的是一个嫩，嫩的话就要热锅冷油去滑，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川菜讲究一锅成菜，今天就给大家展示一个比较普通的一个做法，尝一下这个味道啊。这个就是柳叶刀法，你别看它切的时候特别长，它一收缩了，其实也没有那么长了。尝一下。嫩是嫩，就是有一个缺点，这样子火候出来的猪肝，稍微凉了一点之后，它就会变硬，就会变老，这是它最大的一个缺点。
再尝个腰花。你看这个腰子，腰子这样切呢，它熟得快，而且呢还比较入味。来，拿个碗给我。这个怕是一口放进去要把嘴烫烂。好脆，你看，中间是没有血丝的啊，这个腰子，所以大家放心的吃，这样子吃了不会打标签，没有血丝。实际上炒成这个样子呢，端上桌了之后呢，它会，如果厨房离这个饭厅比较远的话，它会变老，因为时间呢，出来还是一个时间。这个才脆。当然，这个菜呢是保证了这个腰子的口感，丧失了一些对干的一些要求。大家喜欢这个家常菜的，可以动手学起来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，拜拜。